声控、腿控、萝莉控、腹肌控，世界上存在着各种控，视频前的你们是哪一种呢？可以在弹幕里面留言。那么各位有听说过脂肪控吗？说实话，在这之前我还真没有听说过，身边倒是从不缺那种天天要喊着减肥的人，但在这个世界上，多的就是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当大部分人正在绞尽脑汁研究怎么变瘦、变美、变好看的同时，有一群人却在拼命的进食，故意让自己增重。千万不要觉得他们追求的只是微胖有肉，除了发自内心享受变胖的过程，还吸引了一大把脂肪恋物癖的追随。反正胖到200斤属于正常，300斤算是超常发挥的程度了吧。所以说你永远也猜不到人类会对什么产生欲望，毕竟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脂肪恋物癖就是很好的例子。准确的来讲，这部分人偏爱超重人士，越是肥胖的体型对他们就越有吸引力。但在亲密关系当中，如果对方不够胖，那该怎么办呢？答案就是喂食主义。其实这很好理解，这类似于一种养成的快乐。喂食者鼓励并支持伴侣进食，而被喂食者吃的越来越多，体重就蹭蹭蹭的往上涨。与此同时，他们感受到的快感就越来越强烈。其实通常点来说，喂养主义关系是比较私密的，就像是难以启齿的某种性癖，毕竟这说到底还是很小众很私密的东西。但是有一对情侣，他们却光明正大的在互联网上传播这种脂肪恋物癖。下面就让我们进入他们的生活。眼前的这位女生名叫塔米，来自英国。别看她现在很胖，曾经的塔米也是拥有过苗条身材的人。和其他爱美的女孩一样，塔米以前也喜欢穿紧身牛仔裤，爱好打排球，还会经常和朋友出去玩，是个积极乐观的人。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塔米的愿望竟然是成为世界上最胖的人，并为此努力付诸行动。很快，她开始变得极少出门，早饭通常是华夫饼、煎饼、奶油奶酪、培根、香肠和巧克力奶昔。正餐则会吃炸鸡、披萨、奶酪和墨西哥菜等高热量食物，而加餐一般也都是好几个汉堡。塔比的男朋友约翰有统计过，他每天能够吃掉30个甜甜圈，以及一堆煎饼和华夫饼。而且有一次，他们一整天都在点外卖，塔米吃掉了将近70英镑的垃圾食品。更夸张的是，就算已经吃得很撑了，在每晚睡觉前，男朋友都会例行公事，用漏斗往他喉咙里面倒一大份冰淇淋奶昔，生怕每天摄入的热量不够5000大卡。果然，糟糕的饮食习惯使得塔米变得越来越胖，他在短短的半年就增重了45斤。而他不同寻常的增重过程，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脂肪恋物癖者。他经常拍摄一些粉丝要求吃的东西，而塔米大快朵颐的样子也为他获得了相当多的流量。发展到后来，塔米和约翰开始拍摄视频，约翰会故意给塔米吃大量的食物，而且他知道这些镜头会戳中某些人的独特癖好。对此，塔米很是兴奋，既能够涨粉又能够赚钱，于是他开始不停地增加饭量，梦想着未来能够成为肥胖界的女明星。当然，也有不少人劝他停下，毕竟塔米都已经到了用漏斗进食的程度，实在是太过极端。而且最重要的是，肥胖会严重威胁身体健康。减肥中心的专家也坦言，塔米绝对有过早死亡的风险。其实他的父母对此毫不知情，他们只是发觉女儿变胖了很多，但不知道这些都是故意为之，而且他还在以此谋生。不过塔米对自己的身体受到的损害并不在乎，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自己站在体重秤上发现数字上涨来的更加开心。以前的他虽然苗条，但有些过分在意自己的外表，其实很不自信。可自从不在意体重后，怎么高兴怎么吃，塔米发现自己反倒是越来越有女人味了。反正未来不管风险如何，他坚信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至于男友约翰，在他看来，食物与怪癖之间的联系是非常自然的。约翰喜欢充当喂食者的身份，每当他看着塔米吃东西的样子，他就特别的满足，越胖越爱。反正只要塔米愿意，他们之间喂食主义的亲密关系肯定会继续下去。约翰表示，这种充实快乐的感觉是外人想象不到的。其实像塔米与约翰这样的喂食主义情侣还有大把人在。国外有一个专门面向喂食主义者群体的网站，那里聚集了许多正在增肥或者想要被喂养的人，他们彼此互相鼓励，满足自己的幻想。而且还有一部分人在喂食他人的同时，渐渐发觉自己也爱上了增肥的感觉，所以他们既是喂食者又是被喂食者，两种角色能够相互转换。帕奇·伦普金就是该网站的老用户了。当被问起来自己喂食主义的源头，他表示从小就对胖子很感兴趣，不知为何帕奇就喜欢看他们厚实的身体，也喜欢看他们吃东西狼吞虎咽的样子。还记得小时候，帕奇经常会用枕头塞进自己的衣服里面，假装成一个大胖子。后来他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网站，发觉自己确实热衷于当喂养者，也因此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马丁·席尔瓦起初也是个喂食者，
他喜欢给网站里面的女孩定目标，先增重10公斤，然后是20公斤，以此类推。马丁承认，越胖的女孩子越能让他感到兴奋。然而，冲到喂食者的过程中，马丁发觉自己被女性喂食的话，也同样能够激发他的兴致，所以他便开始了互相喂食的过程。有时候，马丁会特意到公共场合被鼓励着吃东西，这让他感到非常的开心。即便有人嘲笑他胖，或者让他称体重、穿上修身的衣服，这些做法都不会羞辱到他，反而正中他下怀。据马丁回忆，有一次外出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就把纽扣给崩掉了，但他还是不觉得尴尬，倒是觉得非常有趣。当然，在健康的喂食主义关系之下，如果被喂食者已经出现了健康问题，那当务之急就是要减肥。等体重减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数值，如果双方都还愿意，那才有可能继续进行喂食。但是，任何群体总有一小部分极端且不理智的人，他们幻想着自己真的能够一动不动，一直都在线上吃东西增肥，永远能够得到鼓励。殊不知，这样的喂食者也是没有责任感的。唐纳·辛普森，可能有小伙伴听说过，她来自新泽西，曾经是世界上最重的女人。唐纳的第一任丈夫是厨师，下班总会给她带来很多剩菜，所以唐纳大半夜总是能够吃到牛排、土豆泥，迅速增肥。而丈夫对此非常的满意，因为唐纳越胖就越性感。2007年2月，唐纳生下女儿时，体重高达235公斤，是有史以来最重的产妇。因此还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此以后，唐纳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成为世界上最重的女性，目标是1000磅，453公斤。然而小儿子出生后，唐纳与丈夫的婚姻却走到了尽头。为了排解痛苦，她开始更加的疯狂进食。据说唐纳的体重峰值达到过290公斤，和视频开头提到的塔米一样，唐纳也是在视频前吃东西，展示自己的生活。而她的新男友菲利普也非常鼓励她的增重计划。眼看花在食物上的费用越来越多，唐纳还开设了一个专门的网站，粉丝付费就能够欣赏到她的巨无霸身体的照片和视频，吸引了一大波流量。然而在此过程中，唐纳和菲利普的矛盾却越来越大。一方面，菲利普作为喂食者，总是监督唐纳进食，吃更多的东西才能变得更加胖。对于这样的喂食主义关系，唐纳是认同的。可另一方面，菲利普经常抱怨唐纳因为体型太大，用不了吸尘器，也没有办法和他一起去公园里面散步的事实。再者，虽然唐纳愿意在伴侣鼓励下吃东西，但考虑到未来能更好的照顾孩子，他已经不想胖到目标体重453公斤了，所以进食的量不可能和之前一样大。可菲利普对他还是存在巨大的幻想，觉得唐纳早晚有一天一定要达到这一目标，因此唐纳觉得他们之间的喂养关系已经不再健康。说到底，菲利普的所作所为已经算是虐待行为了。其实看了很多带有喂养主义标签的帖子，我发现很多当事人都忽视了病态肥胖带来的健康隐患，这其中还不乏有一些极端的案例，打着喂养的幌子上升到了虐待。也得亏唐纳及时清醒了过来，他开始节食减肥，不想再继续胖下去了。但如果双方都清楚这一点，仍然愿意继续疯狂的进食，那我们也只能尊重祝福了。看完今天的视频，我心中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抛开互联网的流量和金钱，那些被喂食者是真心喜欢吃成胖子吗？各位心中的答案是什么？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面讨论一下。不管怎么说，我相信其中一部分人确实是真心热爱自己变胖的感觉。当然，只要没有影响到他人，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独特癖好。但无论如何，这其中都应该有一个度，切莫被人打着幌子利用了，最后受伤的可能还是自己。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视频前的各位小伙伴千万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过度节食，以免损害身体健康。那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真真，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